穿越斗罗，我成为了一只10万年的黄金地龙王，但我开局就遭到了小五连和2大舔兽的围杀。然而就在我化形逃生，准备偷偷发育的时候，千仞雪又识破了我的真身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主动献祭千仞雪，可我却意外成为了他的第2武魂。几年后的嘉峪关前，千仞雪身负12亿天使神王之光，身后则盘踞着遮天蔽日的光明龙王。母亲，如今这神界，我们说了才算。此时我在小五的迫害下，已经化形了整整8年。这8年里，我一直苟在人类世界中。虽然实力已经在14岁的时候突破了52级魂王，但我却还是不小心惹了一个麻烦。正准备趁着夜色离开这座小城，只因我在前段时间为了检验实力，专门去了一趟当地的大斗魂场，并遇到了一个来此处历练的天斗皇家学院弟子，甚至还一时没收住手，将其给狠狠地教训了一顿。岂料那弟子为了报复我，回去之后竟然添油加醋地上报了我的年龄和实力，导致伪装成雪清河的千仞雪在今天白天亲自找上了我，想要将我收入麾下。虽然最后被我拒绝，但他显然下定了决心要将我收入囊中，所以我才有了跑路的念头。可没想到此刻的我刚走了没多远，就迎面碰到了蛇矛斗罗，并且还被对方用威压给拍在了地上。小家伙，太子殿下看上的人还没有能跑掉的。闻言，我的心情瞬间沉入谷底。我去，千仞雪为了招揽我，竟然直接派出了一个封号斗罗吗？不行，我不能在这里倒下，我还没亲手干掉小五和那2个舔兽呢。想到这，我开始拼命反抗，体内的黄金地龙王本源气息则不受控制的显现了出来，而蛇矛很快就察觉到了这股气息。等等，这种神圣的光元素波动，还有暗含龙威的霸道气息，你不是人类，而是化形的10万年黄金地龙王。意识到这一点后，蛇矛的眼神中立马涌现出了极致的贪欲。他没想到自己只是奉命来抓捕一个弱小的人类，但却遇到了传说中的极品大姐。要知道，黄金地龙王的力量和防御都达到了极致，如果能得到我的魂环魂骨，他的实力必将会突飞猛进。想到此处，我在蛇矛的眼中已经不再是黄金地龙王，而是一个人形的10万年魂环和一块闪闪发光的10万年魂骨。随即，蛇矛的魂力开始在掌心翻涌，杀意也在此刻凝成了实质。然而，就在他准备动手私吞魂环魂骨的时候，他还是恢复了理智。虽然他在外界的眼中是封号斗罗，但在武魂殿的眼中，也不过是一只强壮点的蚂蚁。若是被武魂殿得知他私吞了这等宝贝，蛇矛定然会受到比死亡更严厉的惩罚。但要是换个思路，蛇矛完全可以用我来换取在长老殿中的地位，以及更加丰厚的资源。紧接着，蛇矛平复了一下心情，下一秒就将我打晕了过去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我已经来到了一处奢华的房间中，伪装成雪清河的千仞雪和蛇矛则站在我的面前。不过千仞雪的脸上并没有欣喜，反倒是充满了惋惜。14岁的52级魂王，如果你是人类，未来的封号斗罗中必然有你的一席之地。可惜你是一只化形的10万年魂兽。闻听此言，我心中一紧，所以殿下是打算杀了我吗？当然，10万年魂环和10万年魂骨，这是所有魂师都梦寐以求的至宝，我还能和你发生对话，已经是我对你最大的尊重。但现在你该上路了。随着千仞雪的话音落下，蛇矛眼中的杀意顿时变得汹涌无比。见此场景，我的大脑开始飞速运转。如今看来，我已经是必死无疑。但相比于成为他人成神路上的垫脚石，我倒不如赌一把大的。要知道，主动献祭和被杀的效果可是有天壤之别。如果我能献祭给千仞雪，不但我的灵魂将得以保存，甚至我还有可能成为天梦冰蚕那样的智慧魂环。届时千仞雪必将成神，我也完全可以跟着永生。想到这，我当机立断地大喊了一声：“等等！”与其杀了我，冒着吸收失败的风险，倒不如让我主动献祭。此言一出，千仞雪当场瞪大了眼睛：“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你又为何要这么做？”因为我不甘心，我之前被星斗大森林里的魂兽同族背叛，我还有大仇未报，绝对不能就这样消散。如果非要死，我的力量必须以完美的方式保留下来。太子殿下，只要你愿意在日后帮我杀了那几只害我的魂兽，我就愿意主动献祭于你。听到这话，千仞雪却满脸的狐疑：“条件仅此而已吗？”当然不是，我之后还会助你成神，到时候我也将因此获得永生。可笑，区区一只化形魂兽也敢妄谈神奇吗？你凭什么？就凭我是黄金地龙王，拥有龙神赐予的最强防御和力量血脉。说着，我的眼神陡然凌厉了起来。太子殿下，或者说武魂殿少主千仞雪，你虽然拥有6亿天使武魂，但体魄却是你的短板。只有在我的帮助下，你才能变得完美无缺。千仞雪没有理会我为什么会知道他武魂的秘密，而是在沉思片刻后缓缓开口：“你成功说服了我，那就来吧，向我献祭。我千仞雪以天使之神的名义起誓，如果你能助我成神，那我必将踏平星斗大森林。”眼见交易达成，我也不再废话，下一秒就从体内猛然爆发出了一股金红色光芒。太子寝宫也被这股力量封锁，形成了一个绝对静止的磁场。整个磁场内，除了我和千仞雪，所有人的思维都陷入了停滞。紧接着，我的人类躯体开始逐渐消散，转而变成了一头黄金巨龙的虚影。但我没有选择常规的献祭方式，反倒是开始燃烧本源，利用自身的龙王血脉，强行将灵魂印记和千仞雪的灵魂进行了深层次的融合。换句话说，我要做的不是依附，而是共生，甚至是喧宾夺主。随着我的力量融入千仞雪的体内，她因伪装而有些凝滞的魂力级也迅速飙升到了70级。但这时却异变突生，只见一股突如其来的神圣力量突然加入到献祭之中，我的血脉更是开始了进化。在感受到血脉中的光明气息后，我的内心瞬间陷入了狂喜。这是光明圣龙，我居然进化成了光明圣龙。此时意识到我进化的是时候，我紧接着又想到了其中的原因，应该是我的黄金地龙王本源力量凑巧和千仞雪的6亿天使魂力产生了反应，从而激活了我体内原本微不足道的光明圣龙血脉。这让我不免有些激动，没想到我居然能借助千仞雪的天使神力来一次逆天改命的超级进化。而且我冥冥之中还有一种感觉，在6亿天使血脉的影响下，我的血脉已经进化成了神级的光明圣龙，论强度甚至还在斗2的穆恩之上。
就在我如此想着的时候，我突然又发现了一个让我震惊的事情，我的灵魂根本没有融入到魂环之中，反而是在千仞雪的灵魂深处扎下了根。这也说明我正在成为千仞雪本体的一部分，甚至成为了一个独立于六翼天使之外的全新存在。与此同时的外界之中，随着献祭过程的彻底结束，蛇毛也恢复了清醒。在发现千仞雪身上金光大作之后，他生怕其他人发现异常，因此赶快布下了隔绝结界。直到几分钟后，千仞雪才缓缓睁开了眼睛，但那双美眸之中却夹杂了明显的震惊。他能感受到我根本没有死去，而是在他的体内开辟出了一个新的力量源泉。正当千仞雪为此好奇之际，他的一只眼睛突然浮现出了一个璀璨的黄金树洞，下一秒左侧出现了一个散发神圣光辉的六翼天使，右侧则凝聚了一大片金光，一头金龙的巨影则盘踞于此，正是我为千仞雪形成的第二武魂。紧接着我化成的巨龙虚影仰天长啸了一声，瞬间释放出了恐怖的威压。与此同时，千仞雪终于察觉到了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，这是我的第二武魂吗？我竟然成为了双生武魂。在感受到千仞雪激动的情绪后，精神之海中的我微微一笑，虽然我现在成为了灵魂体，但我随时可以接管新生的光明圣龙力量，在必要情况下甚至还可以接管千仞雪的身体，这也让我的心态随之发生了转变。好家伙，刚刚你想杀掉我，现在我成了你的第二武魂，你说你该怎么对我呢？想到这，我主动和千仞雪打了个招呼。千仞雪，看来咱们是双赢了，重新认识一下吧，我是你的第二武魂，也是你未来的神位引路人，光明圣龙南域。不过现在还是先把外界的力量收回来吧，否则别人肯定会察觉到咱们刚才搞出的动静。说完，我不等千仞雪回复，就自己收回了光明圣龙的虚影。紧接着我在心底轻叹了一声，虽然现在的情况对我来说已经是最好的结局，但仍然不容乐观，毕竟原著中的千仞雪最后可是被小瘪三击碎了神位，老死在了唐家大陆。要是他的结局没有随之改变的话，我也得不到什么好果子吃。但转念一想，我也安心了下来。如今的千仞雪才魂帝，我还有很多时间做准备，何况现在小瘪三应该还没薅光冰火两仪眼的仙草，只要有我，小瘪三就算学会了撑杆跳也没办法成神。想到这里，我打了个哈欠。千仞雪，你现在心里应该有很多疑问吧？不过现在不是回答你的时候，你还需要适应一下这股新的力量，我也要休息一下，晚点咱们再聊吧。随着话音落下，我也陷入了沉睡之中。此时的外界内，听到我的话，千仞雪顿时震惊不已。饶是见多识广的他也不敢相信，魂兽在献祭之后竟然能保留意识，甚至还能直接化作第二武魂，这让千仞雪的心中不免对我产生了一丝敬畏。而蛇毛在看到千仞雪身后的两道虚影都消失后，这才小心翼翼地凑到了千仞雪身旁。少主，你感觉怎么样？面对蛇毛的询问，千仞雪只是随意地摆了摆手，无碍。但我现在必须立刻闭关，梳理一下体内暴涨的魂力。你去把刺豚长老叫过来，你们一起守在寝宫的外面，布下最高级别的隔绝结界，哪怕是血液清灵，也要把他给我拦在外面。等到蛇毛领命退下后，千仞雪急忙感受起了自己体内的力量，随着六枚魂环缓缓升起，千仞雪的神情转而变得无比震惊，只因他发现在黄黄紫紫黑的魂环之后，赫然是一个红色的10万年魂环。怎么回事？难道是他在变成我的武魂后，还顺带为我带来了一个10万年魂环吗？这份惊喜可是太大，可还不容千仞雪多想，他就发现自己的头骨也存在一股强大的力量，而在他的全力催动下，一对金色的龙角赫然出现，这让千仞雪当场傻眼，居然是10万年的外附魂骨，他到底还要给我多少惊喜啊？话音刚落，千仞雪的呼吸瞬间变得更加急促，只因他又发现了一件事，那就是我的外附魂骨竟然为他带来了4个魂技。在获知了第4个魂技的效果后，千仞雪的目光不免变得幽深起来。这么看来，如果我想要继续提升龙角的年限和品质，那么我就需要不断猎杀龙类魂兽，甚至是杀死拥有龙类武魂的魂师。这真是正合我意啊！想到这，千仞雪缓缓勾起了嘴角。玉元镇、蓝电霸王龙家族，你们引以为傲的第一兽武魂，看来是要成为我进阶的养料。随即，千仞雪暂时结束思考，并将寝宫外的蛇毛和刺豚叫了进来，准备借此加深一下二人对他的忠诚度。紧接着，他展示了一番双生武魂和魂骨魂环。面对光明圣龙的威压，饶是2名封号斗罗也感受到了不小的压力，甚至蛇毛还因为蛇毛武魂对真龙的畏惧，所以直接跪在了地上。见此，千仞雪顿感满意，当场表示要重赏蛇毛和刺豚，之后才屏退二人，直接进入了精神之海内。不过因为空间的限制，千仞雪无法将雪清河的伪装带进来，所以这时候的她已经显现出了绝美的女儿身。见此，我顿时眼前一亮，哎呀，你还是女儿身漂亮呀！说起来，我都为你牺牲一切了，对你提点要求不过分吧？不如先叫我一声好哥哥来听听吧。听到我故作轻浮的调侃，千仞雪神圣的气质中骤然多出了一丝凛冽的杀意，周身的精神力也开始激荡，她想要给我一点颜色瞧瞧，让我后悔对她出言不逊。但她下一秒却猛然发现，无论她如何调动精神力，我都像是一块磐石一样纹丝不动，甚至脸上的笑容都没有减少分毫。见此，千仞雪只好放弃了对我出手的想法，转而压住怒气和我交流了起来。我现在没心情和你开玩笑，告诉我，为什么你在献祭之后不仅意识尚存，甚至还能反客为主，成为我的第二武魂？这和魂师界的铁律完全不符。你刚刚是提到了铁律吗？简直是可笑。所谓的铁律不过是对弱者的枷锁，其实原因也很简单。第一点，我的血脉非常特殊，献祭前我体内拥有不低的光明圣龙血脉，光明圣龙掌管着极致的光明与神圣，而你拥有6翼天使武魂，也同样掌控着光明与神圣。当2个同属性的神级力量遇到一起，就会产生共鸣，从而超越献祭本身的规则。至于第二点，或许是因为我不想死吧，你也是唯一一个有资格承载我灵魂的容器。怎么样，宿主大人，你对这个解释还满意吗？随着我的话音落下，千仞雪的脸色顿时好转了不少，但她仍然不想在我的面前示弱。不过有些事我们还是需要谈一谈。虽然你成为了我的第二武魂，但身体的主导权在我。如果你想在精神之海里住得舒服一些，那就要证明你还有其他的价值。我的精神之海可不养闲人。眼见千仞雪表现得如此强势，我不免有些傻眼。我说少主大人，
你也太现实了吧！我才刚给了你一个10万年魂环，一个10万年外附魂，还有一个神级武魂，这嫁妆够丰厚了吧？你怎么现在就开始向我索要其他的了？你可真是个贪心鬼！对此，千仞雪却面不改色，这叫资源合理利用。而且你也说了，你是我的神位引路人，所以我希望你能表现出你的指引作用。在看到千仞雪眼中的深意后，我的目光也逐渐变得深邃起来。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聪明。其实我作为一个拥有独立意识的武魂，对你最大的帮助不是力量，而是眼界和情报。我知道很多你不知道的秘密，包括但不限于这片大陆的过去和未来，甚至我还知道该如何帮你完美的通过天使九考。此话一出，千仞雪瞬间瞪大了眼睛。天使九考可是我心里最大的秘密，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？亲爱的宿主大人，剧透太多对身体不好，我现在要准备休息了。不过你现在是不是觉得雪夜大帝那个老头子的身体还挺硬朗，导致你的潜伏计划进展太慢了？所以我建议你找一下那个毒斗罗独孤博的麻烦，他不是在给雪夜大帝解毒吗？但他身上也有很多问题，这或许能帮助你打破僵局。说完，我直接闭上了眼睛，不再理会千仞雪。见状，千仞雪也只好离开了精神之海，并在经过一整晚的沉思之后，将蛇矛和刺豚给叫了过来。刺豚长老，你是玩毒的行家，武魂更是独孤博那碧鳞蛇皇的克星，依你看，独孤博这个人的毒有没有什么破绽可以利用？闻言，刺豚的脸上露出一抹不屑的笑容。少主，独孤博那个老家伙虽然号称毒斗罗，可他那一身毒功完全是伤敌1000自损800的蠢路子。如今碧鳞蛇毒的毒素肯定早就已经深入骨髓，他定会身怀万蚁是心之痛，生不如死。听到刺豚的解释，千仞雪顿感豁然开朗，立马明白了这就是我所说的独孤博身上的问题，同时还意识到，如果独孤博身上存在这个问题，那么独孤雁肯定也面临着同样的困扰。想到这里，千仞雪的心中当即有了主意，要是独孤博连自己的毒都解不了，他还有什么资格去解别人的毒？甚至要是我能掌握解开碧鳞蛇毒的方法，或者以此为筹码，说不定能将独孤博给招揽过来。但如果对方不识抬举，那就只能将他给除掉了。随即，千仞雪若有所思地看向了刺豚。刺豚长老，如果让你去对付现在的独孤博，你有几分把握？少主放心，老夫有的是办法引动他体内的毒素反噬，到时候别说是战斗，他能保住那条老命就不错了。千仞雪对刺豚的回答非常满意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的计划就该变一变了。只要能解开他和独孤雁身上的毒素，再劝说独孤博加入我们，雪夜那个老东西就没有了活下去的可能性。到时候我就能顺利继位，甚至以天斗皇帝的身份将帝国兵不血刃的献给武魂殿。不过在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考虑直接除掉独孤博。然而还不等千仞雪的话音落下，我的声音就在他的耳边响起。我说，宿主大人，你是不是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？你还至于那个碧鳞蛇毒干什么？要我说，你直接派刺豚和蛇矛干掉他就好了。面对我给出的建议，千仞雪不免有些无语，但还是耐着性子在心中解释了起来。独孤博虽然实力在封号斗罗中不算什么，可他那一身毒功要是拼死爆发，导致动静闹大，不但我的身份会有暴露的风险，半个天斗城的百姓也会因此陪葬。我要的是万无一失。听到千仞雪的计划之后，我轻叹了一声，行吧，你是宿主，你说了算。不过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，当初向你泄露我信息的人，是不是当初在大斗魂场中败给我的那个家伙？没错，确实是他。他叫做玉天明，是蓝电霸王龙宗玉罗冕的儿子。当初他说自己被你一招秒掉了，还说你明明魂力等级比他高不到哪去，但却拥有令人窒息的龙威，所以我才在好奇之下亲自找上门来。说起来我还要感谢他呢，否则我也不会得到如此逆天的机缘。然而我却在这时冷冷一笑，既然你这么感谢他，那我就替他收点利息吧。说完，我直接释放出了一股磅礴的精神力，瞬间接管了千仞雪的身体控制权。千仞雪则被挤到了精神之海内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控制她的身体做出动作，而接下来的景象却让千仞雪瞬间涨红了脸。